眼前这只人畜无害的小白虎，竟是人族第一女帝的契约兽。当别的契约兽还在百般讨好主人时，我却躺在沙发上，一边享受高冷女帝的按摩服务，一边夸赞铲屎官手法不错有进步。只因我在家睡觉时被女帝强行召唤到了这方平行世界，不但变成了一只外表奶里奶气的小白虎，还成为了她的契约兽。此时刚睁开眼的我，看着广场上密密麻麻的陌生面孔，陷入了迷茫。老子既没舍命救人，也没被卡车撞，在家睡个懒觉都能穿越，这找谁说理去？这时我脑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机械音：恭喜宿主觉醒进化系统，宿主可以通过吞噬御兽获得吞噬点进行升级，等级到达王者之时即可化作人形。喂，本王问你，你就是本王的铲屎官吗？我抬着头一脸不爽的看着面前的少女，我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全场都震惊了，这小猫咪居然还会学人说话。我可爱的外表顿时引来了台下女生的惊呼，姐妹们这也太卡哇伊了吧，这是什么可爱的猫猫啊？可是这契约兽好像有点弱呀。萧校花堂堂 3S 天赋，不会契约了一个最弱血脉的御兽吧？校长和审核老师彼此对视一眼，这个全身毛发通白看起来十分高贵的四脚兽，看起来似乎一点战斗力没有，应该是最低等的奴仆血脉。萧凝雪听到我说话也一样愣住，就算是霸主血脉的契约兽，也要进化到高阶才能够开口说人话，可面前这只契约兽如此幼小就能口吐人言，难道它并不是奴仆血脉？看到萧凝雪在一旁发呆没有回应我有些无语，难不成这御兽师还是个呆子？喂，本王问你话呢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不满地对着萧凝雪喊道，但在其他同学还有老师看来，这完完全全就跟宠物猫对着主人撒娇卖萌一样，不但不吓人，反而有些可爱。我不是你的铲屎官，我是你的御兽师，我们以后要一起修炼，一起成长。萧凝雪虽然语气温柔，可脸上满是惋惜的神色。我看到萧凝雪的表情后很是不爽，又不是我想和你契约的，你倒先嫌弃起我了。要不是自己现在的实力没对方强，否则已经打算当场跟对方解除契约了。此时萧凝雪内心无比难过与自责，早知道就不冒险进行高阶召唤。虽然她前世的契约兽血狐只是图腾血脉，但显然要比面前这只小家伙强上不少。契约兽与御兽师二者之间的修为是相通的，只要御兽师或者契约兽一方的修为上升，另一方也能跟着提高。他原本幻想着他和契约兽共同进步，可没想到自己召唤出来的会是这么一个小家伙。再怎么说他也是人族女帝重生啊，召唤契约不应该最次都是霸主级别的血脉，契约兽是有血脉等级的，奴仆、统领、君主、霸主、图腾、圣主，以及只存在于传说的神明级。萧凝雪看着眼前这可爱的小猫猫，潜意识里已经将它当成了最低等级的奴仆血脉。她感受得到，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。面前这个可爱的四脚兽真的是他的契约兽，可这样的契约兽还怎么拯救人族？台下有人忍不住开口说道：“这哪里来的垃圾契约兽？没有实力还敢这么嚣张！”那人刚说完话，就感觉自己全身上下传来一阵恶寒。萧凝雪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。对于御兽师而言，即便自己的契约兽再弱，也是容不得他人侮辱的。见此，我心中生出一股暖意，这铲屎官好像还挺护短。本王乃是神虎，以后无敌于宇宙的存在。鉴于你刚刚的表现不错，本王暂时认同你了，以后本王的起居就由你负责了。说完，我就自顾自地往台下走，丝毫不理会萧凝雪错愕的表情。纵使萧凝雪有着上一世女帝的心态，此刻都有些绷不住。审核老师没有再去管这出闹剧。下一位，刘月。台下的刘月此刻内心充满了喜悦。原本他才是苏城高中的校花，但因为萧凝雪的到来，他的那些舔狗都纷纷改换了目标，比成绩、比颜值、比气质，自己都不是萧凝雪的对手。可如今他契约了这么垃圾的御兽，只要自己觉醒的天赋在地级之上，那么就能超过萧凝雪了。终于，所有的目光要重新回到他的身上。3S 天赋又如何？契约兽这么垃圾，和地级天赋的那些人有何区别？在周围人的注视之下，刘月一脸兴奋地把手放在觉醒石上，瞬间一阵金色光芒覆盖他的全身。审核老师咳嗽了一下，刘月天赋 S 职业御兽师，顿时全校师生都惊呆了，居然又是一个御兽师，不是说御兽师极难觉醒吗？怎么短短一天就出现了两？刘月的嘴角顿时勾勒出一抹微笑。萧凝雪，老天都要让我踩着你上位。随即他开始了契约仪式，只见一道白光闪烁，随后一只巨大蝎子从契约阵中走了出来，是荒古毒蝎。校长第一个震惊出声，这可是个稀有品种，血脉达到了君主级别，即使放在众多御兽里也是排得上号。此刻校长脸上笑开了花，出现了一个 SSS 级天赋御兽师，还有一个 S 级天赋的御兽师，契约兽更是强大的荒古毒蝎。这一届可以说是他带过最强的一届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也即将光荣晋升了。看来这次刘月真的要一飞冲天了。正当众人纷纷感叹时，不曾想刘月缓缓转过身看向萧凝雪，他一脸纯洁无辜地说道：“萧同学，我能和你切磋一下吗？我想知道一下御兽师之间的区别。”刘月话音刚落，萧凝雪不禁微微皱眉，对方的意图有些过于明显了，这显然是想踩着他上位。这刘月是真狗啊，这个时候来恶心人。就是，你看那无辜的语气，什么顶级绿茶呀！本来还在感叹刘月成为黑马的众人，此时纷纷路转黑，但也有不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在一旁吃瓜看戏。刘月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，丝毫不为所动。老娘让这贱人压了3年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有些老师想上前制止，但都被钱校长拦下了。校长，这学生内斗在我们学校不被允许吧？钱校长微微一笑，学生之间的小打小闹能出什么事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如今刘月觉醒了 S 级天赋，还契约了荒古毒蝎这么强的契约兽，当然得趁其还未崛起前好好巴结一番。而萧凝雪虽然是 SSS 级御兽师，可她的契约兽血脉太过垃圾，未来成就十分有限。对比之下，孰轻孰重，傻子都能做出选择。荒古毒蝎特意在萧凝雪面前亮了一下他的大钳子，威胁之意不言而喻。萧凝雪蹙了蹙眉，若是自己上一世的契约兽，这种炮灰连和他交手的资格都没有。只不过现在，小家伙，待会儿你就直接跑到御兽空间里面去，不用管我。萧凝雪通过心灵沟通向我告诫，在他看来，我面对荒古毒蝎
根本没有任何胜算，而她贵为女帝，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契约兽平白无故的受伤？我一脸不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一个破蝎子，本王还要逃回御兽空间去，这不是在打本王的脸吗？本王以后可是称霸宇宙的存在，我通过心灵空间将这番话告知萧凝雪。你们看萧校花好像一脸担心啊，可小白却好像一脸不爽啊。我靠，还真是，萧女神的契约兽就是硬气啊！不少学生看到我扭头转向荒古毒蝎的样子，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视频或者直播。这可是两大御兽师之间的战斗，不管谁输谁赢都是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虽然没人觉得猫猫能赢，刘月看到我的动作，小嘴也是微微张大，没想到这契约兽和它主人一样不知死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我还以为你会让这小家伙逃回御兽空间呢。不愧是萧同学，契约兽和主人一样都胆识非凡。刘月话音刚落，荒古毒蝎瞬间朝着我飞奔过来，快回去！萧凝雪有些焦急地对我说道。在他看来，这小家伙只是在逞强罢了，要是现在不回去，可是会受伤的。契约已成，御兽师和契约兽之间的关系就已如同血脉相连。看到萧凝雪担心的模样，刘月的脸上写满了得意，而校长则是没有说话。对于刘月的行为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荒古毒蝎一只钳子往前伸，准备给我来个致残一击，这也是他主人刘月的命令。虽然不能将这小家伙打死，不过将他打成残废，谅谁也不敢说什么。毕竟契约兽对决受伤在所难免。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，面前的小不点突然飞起来了。下一秒，只见我伸出手和荒古毒蝎轻轻碰了一下，我发动了天赋技能圣虎之甲。一瞬间，荒古毒蝎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击，一股根本无法抵挡的力量倾泻在他的身上。荒古毒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，连续滑行了几十米才停下，整个蝎子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身子都翻了过来。原本正准备说些风凉话的刘月看呆了，不只是他，在场众人和直播间的观众无一例外都呆立住了。短暂沉默后，广场上爆发了无数道惊呼：卧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一击就把荒古毒蝎给秒了，这也太强了吧！萧凝雪看着我，也是一脸惊讶，这么小小的一只，怎么这么厉害？荒古毒蝎有多强，他再清楚不过。虽然后期没什么实力，但在前期怎么说都是排得上号的契约兽啊！我秒杀完荒古毒蝎后，二话不说扭头就走，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。萧凝雪回头眼神凛冽地看了一眼校长，随后一阵小跑，乖乖地跟在我身后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萧女神现在倒真的像个铲屎官啊！因为部分学生开通了直播，我一击打爆荒古毒蝎的视频，现在在网络上疯狂传播。这一幕实在是太过震撼了，虽然拍摄手法和画质都很拉胯，但观看人数却还是疯狂激增。水木大学巨大的木桌之上放着一套茶具，一名老者正默默地喝着茶。可谁能知道，这位老者是九州水木大学的校长，现存人族尊者之一。突然，一名娇小少女直接把门推开：“老师，老师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”李正道满脸不悦，现在的学生一天天这么急躁，成何体统？乐乐呀，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年轻人做事要稳重一点。苏乐乐都快急死了，生怕自己这个老师又要讲一堆大道理。老师，你先看看这个吧。苏乐乐还没等李正道说完，就急忙把自己手中的平板递给他。李正道有些不知所措，但还是耐着性子看了一下画面。一只通体雪白的小老虎出现在镜头面前，要是一般人第一眼肯定以为这是一只小白猫，可李正道显然是识货的，补足的契约兽啊！只见李正道老神在在的说道。随后画面中这只小白虎飞了起来，李正道的瞳孔瞬间放大，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事情一般。紧接着看见这小白虎一招秒了荒古毒蝎，李正道脸上满是震惊神色，立刻把杯中剩下的茶一饮而尽。乐乐，你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小老虎？苏乐乐脑袋有些发愣，迟疑的说道：“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。哦对，好像是在苏城高中。”李正道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苏城有点远了。苏乐乐还以为老师是嫌弃苏城位置偏远，谁知下一秒一道光柱从李正道体内散发而出，那里有点远。乐乐你抓稳了！李正道二话不说，拉起苏乐乐，突然脚下生风一踏万里，这就是尊者的实力吗？修炼一途分武者、宗师、风象、风王、尊者，在网上那就是人族最顶级皇级，还有据说人族目前仅有一位的王级。苏乐乐还有些不理解，老师为什么突然这么急要拉着自己走？可在空中，若干年后他也无法忘记自己在空中看到的景象。帝都大学校长王不行，魔都大学校长叶修，天都大学校长黄上天，南都大学校长风有涯，基本上全九州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等级大学，他们的校长此刻都在空中，而且他们飞往的地方都是苏城。老东西，你去苏城干什么？老夫就是去看看故人罢了，挖人就挖人，你们这些家伙真不要脸。对了，那个视频你们处理完了没有？放心，现在就没人能看到任何相关的视频。苏乐乐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，拿起自己的平板再次看了看那个视频，而上面写着大大的404，或者是视频已失效，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另一边，我威武霸气的站在桌子上，奶凶奶凶的看着萧凝雪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萧凝雪竟然忍不住的用手戳了戳我，铲屎官，你在干什么？知不知道这样是在冒犯本王？我一脸不爽的看着他。萧凝雪此刻觉得面前这个小白虎挺可爱的，就是有点自傲。你叫苏晨是吗？萧凝雪作为御兽师，可以看到自己契约兽的相应模板，她也知道自己的契约兽是虎族。不过让她感到意外的是，自己这契约兽居然一上来就自带名字。一般来说，契约兽的名字都是御兽师在一开始契约的时候取的，而面前这个小家伙一出来就自带名字，这也太特殊了吧！本王以后是无敌于宇宙之间的存在，劝你现在尽快讨好本王，要不然的话，本王要是跑了，你以后求都求不回来。我一脸傲娇的说道。不过在萧凝雪看来，只不过是在吹牛罢了。无敌于宇宙，你知道那有多么难吗？即便上一世已经是人族女帝的她，莫说是无敌于宇宙了，无敌于万族都做不到。萧凝雪看了看我，心里想着要不要告诉我自己是人族女帝，可以带她飞。
现在可以躺平了。不过仔细想一想，还是算了。若是说了，说不定这小家伙还会嘲笑自己。萧凝雪回过神来，再次看向我。这个契约兽太过于特殊了。他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。我现在要去洗澡了，看你挺喜欢桌子上的郁金香，你可以多看看，说不定能悟出什么道来。萧凝雪说这话是真心的。一花一木皆世界，有人依靠石乾坤之大感悟，也有人看一些小花小草悟出道来，倒不一定是宏大的。有时候虚无缥缈的大道，不如看得见摸得着来的实在。随后他拿起旁边的浴巾，准备去洗澡了。我双手环抱于胸前，看着萧凝雪的背影，喃喃道：郁金香哪有你的郁金香？萧凝雪的脸庞本就染着淡淡红晕，听到我这么一说，羞涩感爆棚。你个色货！他反手把自己手中的浴巾抛向了我。看到飞来的浴巾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钻入御兽空间。我看向了御兽空间中远方的妖精森林。系统是不是只要强于对方就能直接吞噬？当系统判定宿主的能力能碾压对方之时，宿主可以直接把对方当作能量体来吞噬，并获得吞噬点。我缓步走向妖精森林，这地方说是全御兽空间最弱之地也不为过，遍地都是可爱的极走兔。在其他御兽眼中，这也就是饿的时候充饥的一口饭罢。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这都是满满的经验啊！虽然兔兔那么可爱，不能吃兔兔，可下一秒系统响起，恭喜宿主吞噬极走兔，吞噬点加1000，真香啊！我本来打算狂轰乱炸式的吞噬极走兔，可却突然听到吞噬极走兔加0，什么情况？吞噬点还能加0？系统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不增加吞噬点了？系统会根据宿主当前水平决定吞噬上限，为了防止宿主刷吞噬点，现在只能吞噬强于极走兔的存在。听完系统的解释，我直接好家伙，这系统这么聪明的吗？原本我真打算在这里刷一会儿，毕竟这新手村的御兽实在是太弱了。虽然一个吞噬点加的少，但架不住数量多呀。我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已经通过极走兔薅了1000点吞噬点，而且现在差不多可以进化了。不过我并不着急，先把吞噬点攒一些下来，到时候直接一次性升级了。看着面前这些极走兔，既然吞噬不了了，那就换目标吧。恭喜宿主吞噬烈焰狮，吞噬点加5。恭喜宿主吞噬大马猴，吞噬点加10。与此同时，萧凝雪早就已经泡在浴缸之中，她自己都没注意到自己的俏脸之上依旧带有微微酒红。身为人族女帝，竟然被一只小老虎调戏。等我努力修炼，让你躺着升级之后，你就知道我的好了。想到这里，萧凝雪决定开始修炼了。身为前世女帝，对于修炼的一道道门槛，她是了如指掌。原本还是武者2阶的萧凝雪开始了自己的修炼，心想等到小老虎从御兽空间出来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想提前看大头白虎的宝子们，可点击左下角下载今日头条，然后搜索大头白虎提前观看。